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韩盟噩梦，被盗抢的人生啊。这是我这几天来看到的几个新闻放在一起啊，真的是我很愤怒啊，我很愤怒。先讲新闻吧啊，新闻一是今年36岁的陈春秀，山东人，16年前没考上大学，他就成为一名农民工，干过流水线的工人，也干过餐厅服务员。后来他结了婚啊，做了一名幼师，然后呢，他很好学，一直自学成人，高考准备再考大学。今年5月，他发现他自己上过大学，大学毕业证、身份证全是他自己的，就是照片是另外一个女孩的。他自己出生在农村，父母靠种地为生，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父母还一直支持他的学业。他一直成绩非常的好，曾经是全家的希望。过去16年里，陈春秀一直为高考不如意而自责啊。16年后，他才知道，他和他的全家的大学梦不是没有实现，而是被人盗取了啊，盗取了。冒名顶替的那个人也姓陈，和陈春秀是同年高考，只不过呢，当年他只考了303分，比大专线少了243分。这个冒名顶替者是个山东的公务员，舅舅是县审计局的领导，他毕业以后去了当地街道审计局审计部门工作。而且更离谱的是，这个人一直用陈春秀的身份生活的啊。陈春秀这个案子不是孤案。南方都市报的调查发现，2018年到2019年，山东高考学历数据清查中，发现有14所高校，有242人是冒名顶替的，242人。这个学校结果怎么处理？就是悄悄的公示，然后助学这些人的学历就完了啊。然后记者去找这些学校，问你们有没有去跟那些冒名顶替的人联系？他说没有联系方法，就算了啊，就算了。这让人非常的生气啊！一个寒门子弟，他们唯一上升的路径就是考学，走出人生的新的旅程，但是他们被冒名顶替了，他们的所有的机会都被剥夺了，就像陈春秀一样啊！而这些高校，这些学校竟然连找都不找他们，所以你说这个学校是到了什么地步？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已经令人发指，可这些学校干出来的事情更令人发指，就是已经到了无耻的地步了。你想一下，报名来的那个人是冒名顶替的，而那个受害者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作为一个学校完全不在乎啊，这是什么？这就是社会黑暗。什么叫社会黑暗？这就叫社会黑暗。当然，更多人相信242人只是冰山一角啊。还是山东另外一个案子，6月22号，山东一个网友叫狗精，苟且的狗精，这个姓很少啊，在微博上发帖说，他曾经2次，1997年和1998年在山东高考中2次被冒名顶替，其中1997年冒名顶替的那个人竟然是他的班主任，让他的女儿冒名顶替他，而且1998年在他完全没填过的志愿，居然被那个什么
湖北黄冈的一个学校录取，就是狗精啊。大家想一下，稍微的想一下就知道，其实我们知道高考的录取的流程，就知道整个流程非常的复杂，很长很长。你要去做到冒名顶替，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很多环节配合才行，很难做到的啊。那么既然涉及到这么多的层面，然后又有这么多的案子发生，那说明什么？说明到这个社会已经腐烂到了什么地步？已经这些人就是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的人，已经完全没有是非观了。他们完全没有事，他们心安理得的做坏事，而且一波一波的做。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说？那而且这件事情，你看山东1年之内、2年之内啊，2年之内啊，2018年到2019年，就是去年跟前年，发生了200多起，在一个省有200多起冒名顶替这样的丑闻，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大案子。可是这件事情完全没人说，没人去跟，完全没有把这当回事情。这就是山东啊，这就是山东。后来呢，我看到有媒体举例了很多这个13起，有13起很大的，就是很有名的这个高考的冒名顶替的这个案啊，高考顶替案。但其实这不是高考顶替案，这是什么？这是冒名顶替案，就是你考上了，他就顶你的身份，冒名顶替啊。其实最出名的是什么案子？叫罗彩霞，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啊。罗彩霞这个案子是让这个冒名顶替这件事情为大家所熟知啊。我们讲一下这怎么回事，大家想一下就知道，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啊。2009年。就是罗彩霞是湖南人，湖南邵东县人。然后他2004年参加高考，考到了514分，没有得到录取通知书。复读1年之后，考到天津师范大学。2009年的时候，罗彩霞去这个建设银行办业务，然后银行的人就跟他讲：“哎，你这个跟这个系统里面的资料不符。”说你这个样子不对，然后这件事情就曝光了。原来是什么呢？他没考上的那年，是他的同班同学叫王家俊，冒名顶替他罗彩霞的信息，被这个贵州师范大学录取。他父亲是龙回县公安局的政委。4月份，罗彩霞就在天津西青区提起民事诉讼啊，然后就开始这个王家俊的父亲叫王增荣，就开始被调查。后来就是王增荣因为这个伪造公文被刑事拘留，当年的这个班主任也被双规等等。案件后来涉及到湖南、贵州、天津、广东，还涉及到公安局、教育局、派出所、中学、高校，其实是个很长的链条。它是怎么回事呢？王家俊考了多少分呢？335，远，这个离这个分数线很低，差很远。然后呢，这个王增荣就是王家俊的父亲，就通过这个班主任，就是张文迪，就是王家俊的班主任，其实也就是罗彩霞的班主任，拿到了谁呢？罗彩霞的这个资料，然后就伪造罗彩霞的迁移证、高考档案，然后通过他的同学，就是王家俊父亲的同学，让这个贵州师范大学降低20分，录取了王家俊，但是顶着谁呢？顶着这个罗彩霞的名字，就是一个这样的事儿。贵州师范大学这个什么历史与政治学院的院长
唐坤雄就是王增荣的同学，就带领了这个通知书，就是录取通知书，交给王家俊，王家俊拿着的通知书去报名读大学去了，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罗彩霞2009年这个事件曝光之后，影响非常的大啊，影响非常大。然后当年就开始进行全国范围的清查的冒名顶替，但是没有公布结果，没有公布结果到底是什么情况。但是仅河南省有河南省一所高校爆出来一个什么情况呢？就在河南省的某所高校，什么高校名字不知道，冒名顶替的学生查出来多少？300多人。所以大家想一下，可见冒名顶替这件事情，它是个非常有规模的事情。所以中国精英报就评论说什么呢？说高考冒名顶替这个水到底有多深，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受害者，也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冒名顶替把官都当了，也没有人知道。而且这些冒名顶替的情况的模式是一样的啊。受害者通常是什么呢？社会底层的寒门子弟。然后加害者都是有点背景的，父母是公务员啊，什么什么这些啊，这权力阶层叫权力阶层。然后事情曝光之后，闹一阵子，然后归于平静啊，事情就继续发生。大概就是这是什么？这就是社会黑暗啊，这就是社会黑暗。中共讲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当家作主。这就叫人民当家作主，在这件事情上淋漓尽致的扯烂啊。那么中共到处撒币啊，到处逞强，到处吹牛，每天都在吹牛，就在眼皮底下发生这种事情，发生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说哈。所以，而且这件事情可以心安理得大规模的在做，所以中国社会的这种社会性的腐败已经超出了大家的想象，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今天看这个材料的时候，我看得满头大汗，就是说怎么可以这么干，就是怎么他们干这件事情完全没有感觉吗？我看过一些资料啊，我以前看这个叫什么科举制度啊，科举制度有没有冒名顶替？科举制度有一种情况不叫冒名顶替，叫枪手。就我怕自己考得不好，我请人帮我来考，非常难。在明清啊，枪手都很难，冒名顶替就更不要讲。现在的中国连明清这封建社会都不如啊。人类社会有2个地方很特殊啊，一个地方是什么？这2个地方特殊性在于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很特殊，所以人类社会会对这2个地方赋予一些特别的要求，也会给予特别的待遇。这2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一个地方是学校，一个地方是医院。这2个地方有个共同点，都是需要爱，是需要爱的地方。那你想一下，如果把爱抽离，这2个，一个学校也好，医院也好，你把爱这件事情拿走，这2个地方就会变成非常的可怕。现在就是中国就是发生这样的事。你想一下，那些高校有人冒名顶替，发现了之后都不通知那些人，都不去找那些被害者、受害者，那学校就变成什么地方？你就没有了爱，你这个学校就变成什么？学校变成洗脑的地方，然后医院变成什么？医院变成洗劫的地方。我想起了，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起什么呢？想起了顾炎武啊，顾炎武讲这个亡国和亡天下之变啊。那顾炎武的原话，他这么说啊：有亡国者，
有王天下者，亡国与王天下西变，曰：异姓改号，谓之亡国。人亦冲散，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什么意思？所谓的亡国啊，我们以前讲，我们以前经常被误导啊，被坑了啊，坑的叫这个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以前被误导啊，被误导，怎么误导呢？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谁说的？就共产党说的。共产党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思，不是跟国家兴亡，匹夫有，国家兴亡跟我们没关系。这个顾炎武是这么说的啊。亡国是什么呢？亡国就是指政权更迭。他说的是什么？异姓改号，谓之亡国。那谓之亡国什么意思呢？肉食者谋之。亡国嘛，你肉食者谋之嘛，你权贵去忙他的国家去嘛，跟老百姓有没有关系？没关系。什么有关系？所谓亡天下，什么叫亡天下？亡天下就是人亦冲散，以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就是社会道德沦丧到了极致。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社会道德沦丧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责任。我讲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想起这个？我就想起，你看，其实虽然说是权力阶层，但其实他们也是社会底层，也高不了哪里去，就是互害，在互害。所以在做这件事情，你想啊，它不是一个两个，不是一单案子两单案子，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一个案子就有一串的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道德沦丧到了这个地步。这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讲的是这个，就是亡天下矣。中国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中国的现在的情况不是国家兴亡，是天下亡天下，不是亡国，是在亡天下。我最近我们还看到那个王振华案啊，黄振华案，就是其实这个案子我觉得非常的可怕。有些人说很可笑，我觉得这个案子非常的可怕。可怕在哪里？王振华强奸幼女，有什么可辩的？居然现在还有争辩的地方，有什么可争辩的？很奇怪啊，非常奇怪。就中国已经变成一个这样的国家，可见道德沦丧到了什么地步。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当你没有政治权利的时候，你任何权利都没有，理解吗？你没有政治权利的时候，你任何权利都没有，什么经济权，什么权，教育权，什么权都没有。当你没有政治权利的时候，你任何的财富都没有保障，就是一样的。你连你读大学的机会你都保障不了。你想一下，我今天选的这个题目是什么？我今天讲的是盗抢，不是偷窃，是盗抢，他是在抢。他已经不是盗了，盗是不小心，不是偷了，他不是偷了，他是盗抢，已经到了明火执仗的地步了。我今天还看到，其实这个是我昨天看到一个帖子啊，这个帖子把我给看哭了啊！我今天也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帖子是谁写的呢？这是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不知道谁拍的。在东莞图书馆读者留言表里面有一个农民工写了个留言啊，这个留言我看了以后我就很难过啊，我也想给大家看看，就是大家想一下，什么叫来自社会底层，他
他们面对的困难是什么困难？你刚才讲了，你想一个农村的孩子辛辛苦苦考到一个好的分数，他家里的希望全在他身上，可是他拿不到通知书，被别人拿走了，他的人生就此改变了。我们再看一下，这里还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农民工到东莞打工，他写了一个留言，在这个东莞图书馆也写个留言，他是这么写的啊：我来东莞17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12年，书能明理，对人百无一害，为书也。今年疫情让好多产业倒闭，农民工也无事可做了，选择了回乡。想起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东莞图书馆。愿你越办越兴旺，实惠东莞，实惠外来民工。湖北农民工，2020年6月24号。他读了12年的书，你看他写出来的东西，字不好看，但是你看他写出来的东西，那是有文的啊，这是有文采的。这个大家想一下，一个农民工跑到东莞去打工，哪里都不去，12年打工之余跑到图书馆去看了12年的书，在东莞待了17年，看了12年的书，那写出来的东西那真的是有文有路，非常感人啊。所以中共，我觉得中共就是说，你说你天天吹牛啊，有那么多钱花在那些地方，为什么不照顾一下？你看这些人多可怜。虽万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你说说，这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多么让人伤心，多么让人伤感。所以中共真的是对不起中国人民啊，真的是对不起中国人民。你看看多少人的人生就这样子被毁了。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一个社会的议题。我以前没讲过这种社会议题，我们以前讲的更多的是政治议题跟财经议题。我今天实在是我觉得我要是不讲这个议题，我实在是过不去，所以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讲，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在这里提醒一下，最近洗粉很凶猛，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啊？再检查一下小铃铛还在不在啊？那么就是一定要尽量的去查一查，否则的话你就会得不到通知。但是另外一点，我也特别请大家这个关注我的推特号跟那个推特号跟脸书号。我会在节目开始之前的10分钟到15分钟，把我们直播的链接发到推特和这个脸书上。就算你没得到通知也没关系，在这两边都可以上来。还有一个，就算你两边都不关注都没关系，到点就来就是了，好吧？我们是准时播出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进入直播，请大家不要进入直播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 ？OK， 明谢一下 ，Little Lamb， 谢谢。诚如王老师所言，中国最严重的落后就是政治体制的落后。谢谢。Leo 刘，谢谢。江俊丁，谢谢。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
观点，谢谢今天的主题很有深度，直击当今中国大陆的恶治本质，支持王先生说社会议题啊。好，我会选择一些，我也会选择一些社会议题啊来讲啊。观点，这种顶替的事情，即便解决了、处罚了罪犯，也无法弥补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肯定大票的人会说正义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事实上是这句话的原话是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是这样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给当事人一个交代，我觉得应该是欠他们一个交代啊，一定要交代啊。观点，王先生说的两个需要爱的地方，爱被抽走，说的太对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医闹每天都在上演啊。观点，山东早已经不是孔孟之礼之乡了，这已经不是道德，而是集体犯罪的行为。高考被称为最公平的考试，遭到打脸，让10年寒窗学子寒心，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我们都是这么来的，我们都是通过高考找到我们人生最重要的起步的地方。我不能想象，我真的不能想象，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样。所以老实讲，这件事情太恶劣，太可耻了啊，真的是无法形容啊。观点，狗精第一次被顶替之后，档案就被转走了，老师明知道他再也考不上大学，仍然冷眼旁观，看着他又复读了1年。2003年，狗精老班主任托人转交给狗精一封信，上面写着自己让女儿冒名顶替狗精上大学的经过，并向狗精道歉，希望狗精原谅。但狗精觉得班主任的做法有违师德，他说他没有我父亲那么幸运，自己女儿不够聪明，而他这些年也备受煎熬，就不能原谅他，就要让他煎熬。为什么？他想通过这个方法让自己解脱，不能让他解脱啊！他自己还是个老师，这么无耻。情况6月22号下午，狗精称已向山东教育厅实名举报自己连续2年高考被冒名顶替一事。这时距1998年已经22年。狗精公开信，当地联系我删帖，认为我破坏济宁形象。观点，暴露的大家都知道，还有多少没暴露的，那些都是无症状感染者，非常正确。我认为就是这样。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那些无声无息被盗抢走的人生，无声无息，他完全不知道他的人生其实不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最坏最恶的地方就是这个啊。观点，文革把中国传统醇厚的民风阉割了，改革开放30年，道德阉割的人群有了钱就干出这种事情，这跟改革开放没有关系啊。道德阉割，首先一条最核心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中共自己，他们这种行为，他们这种以暴力为前提的这种政权，怎么会有道德？传统醇厚的民风，我们不说这个问题了。观点，到处存在的学术造假、学历注水， CCP 和 CCP 洗脑出来的人民，只是注重所谓高等教育带来的名誉和金钱地位，对于真正的能力和知识毫无兴趣，甚至看低。情况，高考冒名顶替的事情很多。我高考那年，班里很多同学都改名字了，姓没有改，名字改了，复读1年，换一个名字，第2年又参加高考，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帮别人考，有酬劳，坐标河南县城，99年高考。情况，你看看淘宝上各种章可以随便刻，你就知道这个社会有多烂。那真的是这样。情况，我们的小县城有去年考上大学的替考，
买卖通知录取书录取通知书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有钱什么都能搞定这个社会真的是，那真的是王天下了那真不是亡国，那就是王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点能够顶替，显见腐烂程度之深。先进国家此事真的一大票人要入狱的，司法独立何以重要，可得知。就是这样，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在其他国家匪夷所思的事情，那在中国都在发生情况打卡台湾，王老师有听说过吗？两岸刚刚开始有往来的时候，很多在台湾去世的孤寡老兵留下不少财产，台湾政府很负责，锲而不舍地通知老兵在大陆的亲友来领取遗产。后来才知道，很多信件被当地政府截留，然后政府官员让亲戚冒名来台湾领遗产，这种事情很多很多，去查一下黑幕，吓人。那就是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共产党的统治下才会有这样的情况情况在我们黑龙江4线城市，上初中、高中、大学都可以通过人脉进行运作，找工作也一样，不找关系运作寸步难行。我一个朋友考公务员，他报的是司法单位，笔试他排名第2，面试环节一共6个人，要2个人，结果录取了笔试排名第6的人。后来发现排名第6的人有亲戚在这个单位当领导。情况我的同学老公叫王某，结婚证也是王某，她老公的爸爸姓郭，她生的孩子变回姓郭，她解释说就是考大学时候改的，现在想来就是一个冒名顶替者，而且他们毫无愧疚，就是这样说明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普遍非常普遍。情况现在中国社会连小孩子上幼儿园都需要面试家长而且学校都有潜规则给老师塞红包，我们就是怕老师对我们的小孩差别对待，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是被差别对待过来的，很势利的一个社会，成绩好坐在第1排，成绩不好坐在垃圾堆旁边，我们的班主任甚至会欺凌，什么情况？甚至会欺凌成绩差的学生，还发动全班一起霸凌情况及观点，东莞留言书，新华社已经发新闻，很多人都发表了一评论，我的评价是17年都没办法在东莞安张床安个家，这就是中国的户籍制度，也是城乡歧视制度。关于 BLM 的这个运动当中有一些人在嘲笑美国，说美国社会歧视各种各样的情况。其实老实讲，我一直讲，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是最没有条件说任何国家存在歧视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发生的歧视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而且不仅是广度，而且是深度，都是超出了历史水平。中国的这种等级歧视制度由来已久而且在当代社会仍然继续在发生，就是这种情况，就是这种歧视当然，除了歧视，还有更多的欺压和剥夺。但是歧视这件事，我们就从歧视的角度讲，中国是最没有资格讲其他国家的情况20年前亲眼见深圳华侨城周末满草坪打工仔打工妹今安在。观点，其实那些无声无息的人是什么人？在我们山东，很多农村寒门子弟落榜了就出去打工了，不再复读，而且农村没有户口，那些盗窃者也不用担心东窗事发。深切忏悔，我之前曾经有过3次代替别人当枪手参加考试，当时仅以为出于朋友之情扮好人，
现在想来实在是罪过，是的。所以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啊，做正确的事，不撒谎，这就是撒谎。我们要不撒谎，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观点，今天重温了王先生关于洗脑术的那期节目，有了更深的感悟。因为无法摆脱对思维路径的依赖，导致自己虽然人在墙外，依然只看自己喜欢的信息，对于反对的话语，不论正确与否，一律不接受。跟了先生的节目1年时间，时刻提醒自己多看、多思、多反省，尽量摆脱曾经的单一路径给自己造成的思想禁锢。非常好，非常欣慰啊！提问：王先生刚提到，在权力面前，穷人跟富人都很难自保，所以在今天的话题询问一个最近的热点：国美的黄光裕最近出狱，黄案在当年的背景和被抓的原因是什么？那些传言其实也没有太多的依据，其实我是不大愿意说啊。当然背后这件事情肯定跟有直接的原因啊，但是跟黄光裕发生在黄光裕身上的事情其实很多，但是黄光裕被抓肯定有其他的原因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很难讲。为什么？就是说，如果你讲法律啊，中国又没法律，那你不讲法律，他又因法律而入狱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我不大想讲，我不大想讲，好吗？提问：电影《孙杨传》2021年开拍，是不是不要脸？官司输了还想翻盘？拍嘛，可以拍啊，让他拍啊。情况：中国的公务员圈里最容易男女关系混乱。去年我回国和几个在体制内的朋友会面，结果让人惊讶又失望，如出一辙都有婚外情。我发现他们现在很少与我交心的聊天，因为知道每次我都会驳斥他们的不耻行为。那你的道德都已经没有了，那这些约束就更没有了，是吧？观点：我几十年来一直都认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是权贵资本主义，公权不由民受，也就无法关心笼子，可以私用，也可以勾兑。我觉得这是当下社会所有弊端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啊。观点：我发现暴徒、集权统治者在作恶后首先使用的语言是我们，而不是我，是个集体词。如果他使用我，显然他是个充满道德的人。曾经有人说过，某一群人挑战上帝，上帝没有选择武力消灭，只是分化他们的语言。我想集体词如我们、你们、社会、国家是意识形态控制的基础，只要不使用，会避免被意识形态控制。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共的官员都是用我们啊？我们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一群人，我不是个人承担责任，是我们全部所有人承担责任。所以呢，我们用我们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很有这种叫什么？他会更有安全感。用我们会有安全感，用我们呢也会让这个对方感觉到他不是一个个体，给对方压力啊，大概是这样啊。那么经常讲我个人认为啊，大家喜欢用个人认为，我个人认为后意味着什么？就在中国的训练是什么？就是说我认为，你说我认为就是我认为嘛，但是不是在中国要讲我认为呢？他会说我个人认为，为什么？我个人认为是对应的是什么？我代表组织认为，所以我的身份是有多重的，一个我代表组织，一个我不代表组织，我代表我自己。所以呢，经常你看有人讲话，哎，我是我个人认为，
他一说我个人认为呢，他就意味着他有另外一个身份啊，这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经常看到说，我没一说到我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就说我个人认为啊，这跟其他的地方的人群就不一样啊。你看其他地方没有人说我个人认为，都说我认为就好了，但不是在中国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语速啊。情况10年前，我认识一个人大的研究生，他参加过高考语文和政治的判卷。他说，一天判上百份卷子，最后全凭感觉，尤其是议论文和作文，随意性很大。观点：中国政府一直在吹牛说，高考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却是最公平的。结果证明是扯淡，认真的事情都在扯淡，扯淡的事情却非常认真。你这说的有点不准确啊，应该是专业的事情非常扯淡，他们扯淡的事情就非常专业啊。情况：住台北老区7年，10分钟步行距离就有3个图书馆和1个免费的亲子馆，还有无数义工，宗教信仰自由，这使我的小女从小成长得非常健康，妈妈也重新自我教育一回。是的，要珍惜啊，要珍惜，特别是台湾啊，台湾要特别珍惜啊。观点：当年看见政府3公支出是教育医疗的好几十倍，看看山区无法上学的孩子，3路大头娃娃投诉无门，毅然决定移民，不能让孩子长在那个地方，非常正确。观点：这些还是属于底层互害，更有门路的能直接进大学，也不屑于有那么多后遗症。这种底层互害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他要落下一个无辜的，可能因高考改变命运的另外一个人。是的，情况：河北的小县城，我身边就有2例上大学改名字的同学。我当时还好奇，为什么上了大学改名字了？最让我感受至深的，我老婆当年的大学专科录取通知书被她同学冒名拿去用了，因为老婆当时不想上那个学校，就同意了再复读。现在那个冒名顶替的女的毕业后又回县城当了老师，就一直用我老婆的本名。后来我老婆改了名字，有一次他俩在广场上碰见了，满脸的尴尬的会面，2个时隔自己多年的碰面，荒唐的世道。你看一下中国就是这样的事情，简直是可怕。我觉得我们网友提供的情况比我看到的材料更让人震惊，因为它全是真实的，第一手的啊。情况：我就是遇到高考作弊，自己是受害的那一方，才下决心出国的。我在高考当年，因为所在重点高中的校长的儿子和我们是一届，校长买通当时的监考老师，监考十分混乱，各个有关系的人都把自己的女儿安排在好学生的附近，而我就是那个被周围疯狂抄袭的好学生。当年校长的儿子考上了重点大学的艺术系，我非常恨 CCP， 并不完全因为我自己没有关系是受害者，而是他摧毁了我的价值观。曾经的我价值观就是做一个优秀善良的人。非常好，你离开的对。观点：看到农民工图书馆的留言，想起来去年有人在上海街边拍到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身边堆着一堆空瓶子等着换钱的垃圾，但是手里捧着一本《左传》，对着路灯认真研读。好事者上去和流浪汉聊起天，惊讶地发现谈吐文文尔雅，国学历史信手拈来，瞬间爆红于网络。民间调侃：大师在流浪，小丑在庙堂。观点：在台湾，冤狱有冤狱赔偿，冒名涉及公务系统有国家赔偿法，请求国赔，当然要有相当独立司法系统配合，再不然因民事诉讼向冒名加害者申请赔偿救济。中国的司法系统他连在那个狗精在
在微博上发了帖子之后，第二天那个校长就带着几个人去堵他们家门，情况是这样，我没说，因为如果要说的话就太长了啊。所以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事情。观点：之前看到国内有对外籍人士免试入清华的新闻，当时我还说以后我们家小朋友可以轻松入读了。疫情之后我再也没这个念头。感谢这场疫情让我看清了 CCP 的真面目，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去台大都是不错的选择。我觉得你不必去学中国传统，为什么要去学中国传统？学中国，学人类现代文明吧，我觉得更好，好吗？情况：在国内高校工作几十年，在招生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山东、湖南艺术类高招作弊非常严重。观点：非常赞同王先生的观点。我当年中学就不给我统一高考，怕影响入学率，当时痛苦很久。父母劝我，金子到哪都发光。多年确实是父母所说，非常对啊。情况：日本的高考非常自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和科目，任意选择备考的学校，只要自己精力和时间安排得上，根据自己选择的大学备考相应科目。而中国高考把题目搞得非常难，考试机会一年只有一次，而且城乡师资差距巨大。我当年早6晚10的学习，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拼尽全力考进了相对好的大学，进了大学后，老师却不上课混日子。难道我们努力10几年得到的就是这个？有很多朋友进大学后自暴自弃，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大学更烂，大学真的更烂，中国的大学真的更烂。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们有跟北大合作的项目啊，那跟清华，我们在清华也有项目，这都是大家要考的。那些校长、书记每天都在干什么？那些院长、那些教授每天都在干什么？我很清楚。所以其实大家现在的中国的大学，没有人想着好好的教书。没有人，大学里面没有人，有吗？也许有一些，但是非常少，真的是非常少。就是我在北大看到的情况，后来我在其他大学看，那就更不用说了啊。所以如果能够去国外读，还是尽量的去国外读吧。我劝大家。情况：当初校长高中为了拉好的生源，就给初中校长一个无底线的名额，基于此，校长让我们一个比较差的高中，让我们上一个比较差的高中。后来初中校长的女儿用了这个名额，后来高中考大学的时候，初中校长的女儿用了100万买了武汉大学的门票，人生命运就改变了。这浪费钱吧？你觉得？情况：王老师10年在英国读书，去谢菲尔德面试过一家中国人开的留学机构，女老板特别自豪地跟我说，我把一个 GPA 极低的孩子弄到了 UCL 的录取通知书，你来我们这里工作，这个孩子的3年大学成绩你都要负责。我突然明白了他说的深层含义是什么，就是没有底线，真的是没底线。观点：勇气为一切其他美德之母。在中国不撒谎真的需要勇气，官方为了维稳扼杀惩罚说真相的勇气，因此中国所有美德凋敝，几十年后社会整体道德沦丧，其实是无法逃避的必然。 OK， 观点：在中国人们的生活与政治早在1949年根深蒂固地绑在一起了，想挣钱跟党走，产业兴旺跟党走，党的思维就是我要我觉得，不要你觉得，我想让你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有想法不好意思听不见。观点：王老师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让我想起来我爸给我讲的一个事，
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问他一个内蒙来的同事说老家怎么样，同事说别提了，穷的不行，领导不行。我爸问领导不行可以换领导啊，他说村里30几家，每年换一家当村长，谁家当村长谁家贪，最后整个村子穷的不行。一个腐败的体制和一群长期在腐败体制里的民众，现在农村很多是这样，很多是这样啊，就是农村现在已经我们叫破败啊，但是破败是有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农村社会已经腐败不堪，才会变得破败啊。情况我老家四川西充县，村里有个小伙伴，高中时通过空军考试，结果被领导的子女顶替了，补偿1000元和一部手机。我们老家的人都十分麻木，因为这种事情不止发生一次。这个学校就是西充中学。观点：迟到的正义就是没有被执行的正义。这句话又纠正了之前的观念。总是说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而心安于沉默面对不公、不平、不对。现在回看，其实是助长了多少丑陋。现在看着我的锅这样的现状，又该是多少人的掩耳盗铃、视而不见。是的，是这样的啊。我常对女儿说，妈妈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把女儿带出国。从幼儿园到大学，她非常赞同。情况：朋友孩子去年考大学，高考失利，成绩高不成低不就，于是家长给运作了一下，进了北大经济系，但又觉得不合适，又不适应，又是运作了一下，去了新闻系啊，做我同行。观点：现在直播7000人，朋友的发言居然有这么多人经过被顶替的经历，以这个角度来看，被顶替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所以真的是今天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吃惊啊！有这么多的情况。提问我和山东的好朋友谈到这次陈春秀事件，他很不以为意的说，听过但没有留意，这种事情老发生。我觉得这就是长期被洗脑的结果，对社会的不公麻木不仁，甚至毫无疑问的全盘接受。结果他就和我扯韩国那边的社会有多黑暗等等。对于这样的亲友，我该如何是好？没有什么如何是好，他是你的亲友，你有的选择吗？大家想一下，包括朋友，包括自己的家人啊，有刚才这个朋友的情况都很正常啊。那么他们不是你能够选择的人，如果你没有选择，那你就不用想别的事情，你就跟他说点别的就好了，不要为这个事情置气就好了。情况：考学术型研究生，因为目标学院老师自己出题，基本上都存在泄题事件。前年我考马哲研究生，考前3天群里有人拿到了专业考题目，考完之后那些拿到泄题的人都在庆祝，很无奈。其实他们根本不认识什么大领导，就只是在本科的时候喂饱了专业课老师，那些老师就以划重点为名给他们泄题，这就叫王天下，这就是顾炎武讲的王天下，就是整个社会整个社会已经腐败透了，就从上到下已经腐败透了啊。情况：我大学宿舍一个女生就是改了名，本名根本不是这个，而且她一直对自己的家庭保持神秘。我当时还不懂为啥，今天听大家说完，恍然大悟，看来她也是个顶替者。最近朋友跟我讲，以后让孩子回中国上清华，说外籍上清华很轻松，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但凡能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读大学，为什么还要去清华？是啊，为什么要去清华？你怕洗脑洗不够吗？情况：我2008年高考考得很差，当时有人跟我说，如果你早考2年，武汉的名校就可以随便挑了。又有人说，可以给你弄进武汉一个强2本。我很反感湖北的腐败，随便去了个跟自己分数匹配的垃圾学校。
观点：听王先生讲东莞农民工，想起20年前我在东莞工作的岁月，我亲身体会中国的经济的成就是人民怎么样流血流汗，是人民怎样流血流汗流泪积累而成。而今那些官员学者竟厚颜无耻地宣扬中国模式，3个自信，贪天功以为己利，非常的对。中国要是没有中共，中国的情况比现在好10倍啊！所以中共不要吹牛逼，没有你中国会更好，比现在好10倍啊！观点：狗精的老师道歉，希望得到原谅，害死江歌的刘星，希望江歌的妈妈原谅。最近看到隐秘的角落中，王瑶找弟弟收拾朱朝阳后，事情败露，第一时间也是求原谅。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作恶的人总是提出请求原谅，看看能否逃脱惩罚，而内心从来没有认过错，下一次也许是继续作恶。请求原谅是什么意思？请求原谅就是让自己解脱啊，让自己解脱内心的这种煎熬。为什么要原谅他？为什么要让他解脱？就是不给他解脱。观点：我接触的中国大学生普遍成绩技术不烂，但是出社会后都变形了，因为中国职场文化很糟糕。跟互联网公司谈过项目，做最好的 PPT， 结果咨询顾问竟然问我们台籍工程师程序该怎么写，一群台籍当场发飙。看看华为的鸿蒙系统、瑞幸咖啡，连这些大公司都是这种 PPT 高大上，拿不出实质东西的商业模式。中国大学生就算优秀毕业，也会被腐败的职场文化扭曲。中国的职场，你看一下现在的这些流行的这个鸡汤，你就知道，中国的职场不是让你，就是你看这些鸡汤教你是什么？教你怎么去面试，教你怎么包装自己啊，教你怎么样去在职场上混得好，但是没有人教你怎么样长本领，没有，完全没有。你看现在在网上流传的所有职场有关的鸡汤，全部都是告诉你怎么混得好，没有告诉你该怎么样长本领的，没有。所以你就知道中国的职场是什么情况。观点：中国教育问题在于施教与受教者初衷都不对，太功利，要当有专业、有技术、有服务他人能力的人，忘记先要为人为好，忘记了先要为人，要为好人，为善则要为善，为则善，律己有原则的人。情况：我是山东的，第一次高考成绩很一般，我放弃复读，但是学校不给我毕业证书，说是丢了，找不到了。10年以后，我被派出所通知，我的身份证跟别人一模一样，我必须改我的身份证号码，于是只能改了，这就被人冒名顶替了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谢一下 Mike 猪，谢谢程序，谢谢支持王先生一杯咖啡。感觉全世界对中国人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印象，这是人民跟中共已经融合到一起了。还有一个观点，我再读一下啊，观点：这样的故事又岂止是高考呢？这片土地上不知道还有多少深不见底的深渊，仍然被一层时间和权势积累的薄土层掩盖着。其实我们都知道，已经疮痍满地，自己脚下的路随时可能被踩空。偶尔有人居然真的走得更远，离更宽阔的大陆更近了。原本应该安然无恙的走上去，却忽然被别人踩着肩膀踏入深渊。写得好。USS Barry， 谢谢。第一次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你。TT， 谢谢，请王老师喝一杯苦涩的清水，一杯天下老百姓的泪水。陈信宏，谢谢。
斗内饮斗内杯饮料支持一下，谢谢。Sharon 张，谢谢。打卡新泽西，农民工在图书馆的留言太感人了，希望王先生以后多多关注中国的弱势群体，多做社会议题，谢谢。好的，我会的啊。闪电233，谢谢。一杯小咖啡，王老师加油，谢谢。贝拉瑞，谢谢。贝拉瑞，谢谢。George 陈，谢谢。专门改来为早上的视频点赞支持，结果碰上了晚上的视频，更加精彩，又超出我预期了。王先生观点，不明白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怎么回事，可以学习一下代考的事情，完全没必要学中文或者中国文化。Harry 张，谢谢。强果，谢谢。Jennifer， 谢谢。Jeff 陈，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请大家留意自己的订阅还在不在，然后帮我们转发，谢谢，谢谢大家。生如夏花 Melody， 谢谢。来晚了，感谢王先生提出这个话题。OK。